太阳绕着什么转？答案你根本想不到。众所周知，月亮绕着地球转，地球绕着太阳转。但如果我问你，太阳到底绕着什么转？估计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，太阳已经是太阳系的中心了，它还需要绕着什么转吗？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，那今天这期节目很可能会彻底刷新你的认知，因为答案不仅仅是银河系这么简单。事实上，此时此刻，太阳正带着整个太阳系，以大约每秒220公里的速度，在浩瀚的宇宙中高速飞驰。这个速度有多快呢？如果按这个速度绕地球飞行，只需要不到3分钟就能绕赤道一圈。也就是说，在你看这段视频的几十秒里，太阳就已经带着你飞出了几千公里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这场旅程已经持续了46亿多年，而且至今还没有绕完一圈。等等，什么叫还没有绕完一圈？太阳不是宇宙中的中心吗？它到底围绕着什么转呢？有人会脱口而出：银河系中心啊！这个答案只能算答对了一半，因为真正的答案比太阳绕银河系更加震撼，也更加容易被误解。我敢说，很多科普视频从来都没有把这件事儿说清楚过。今天我们就沿着太阳前进的方向，一层一层揭开答案。你会发现，我们一直以为静止不动的太阳，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停下来过。它不仅在运动，而且每找到一个中心，背后都会冒出一个更大的问题。那么第一站，我们先去银河系中心看看，看看那里到底藏着什么。如果把银河系看作一座直径约10万光年的超级城市，那么太阳系只是这座城市边缘一条普通悬臂上的一个小住户。它距离银河系中心大约2.6万光年，并不在中心，也不在边缘，而是位于一条名为猎户臂的悬臂附近。而太阳现在所做的事情，就和地球绕太阳公转一样，它也在绕着银河系中心运行。不过这一圈可不是1年，而是大约2.3亿年。天文学家把它称为一个银河年。这个时间有多漫长？恐龙大约在6600万年前灭绝，也就是说，从恐龙灭绝到今天，太阳连银河系的一圈都还没有转完。如果把太阳46亿年的寿命换算一下，它至今也只绕着银河系转了20圈左右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都会觉得答案已经揭晓了，太阳绕着银河系中心转，问题结束。但真正有趣的地方，现在才刚刚开始，因为新的问题来了：银河系中心到底有什么？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没有人知道答案。那里被厚厚的星际尘埃遮挡，普通光学望远镜几乎什么都看不见，就像一场浓雾，把银河系最核心的区域完全隐藏了起来。直到后来，科学家利用红外望远镜和自适应光学技术，终于能够穿透这层尘埃，看到中心附近一颗颗恒星的运动。结果，他们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：这些恒星并不是缓慢地漂浮在那里，恰恰相反，它们正以惊人的速度围绕着一个看不见的目标高速飞行。有些恒星的速度超过每秒7000公里，比太阳绕银河系运行的速度快了几十倍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它们的轨道非常规则，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牢牢控制着。可是那里什么都看不见，既没有明亮的恒星，也没有巨大的星云。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够拥有如此恐怖的引力，把这些恒星牢牢束缚在一起？答案逐渐指向了一个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天体——黑洞。一开始，很多科学家也不敢轻易下结论，毕竟黑洞不会发光，也无法直接看见。如果看不见，又怎么证明它真的存在？答案就是看它周围发生了什么。天文学家连续20多年对银河系中心附近的一颗恒星进行了精确跟踪。这颗恒星被命名为 S2， 它就像一颗被甩动的石子，不断围绕着一个完全看不见的目标运行。最靠近中心时，它距离那个神秘天体只有约170亿公里。对于银河系来说，这已经近得不可思议。更惊人的是，它的速度会突然飙升到每秒约7600公里。如果没有一个极其巨大的引力源，它根本不可能保持这样的轨道，而是早就飞向宇宙深处了。经过长期观测和计算，科学家终于得出了一个几乎无可辩驳的结论：在银河系中心确实存在一个超大质量黑洞，它就是著名的人马座 A 星。它的质量约为太阳的400万倍，却被压缩在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里，连光都无法逃脱它的引力。
2020年，两位长期研究银河系中心恒星运动的科学家，正是凭借这项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而到了2022年，世界望远镜合作组织还公布了人马座 A 星的首张图像。虽然我们看到的不是黑洞本身，而是它周围炽热气体发出的光形成的黑洞阴影，但这也让人类第一次真正看见了银河系中心那个神秘的天体。讲到这里，你肯定会得出一个结论，原来太阳绕着银河系中心，而银河系中心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，所以太阳就是绕着这个黑洞转。听起来似乎很合理，但我要说，你错了，因为真正决定太阳轨道的，并不只是那个400万倍太阳质量的黑洞。真正的答案比这复杂得多，也更加震撼。那么，为什么说太阳绕着黑洞转并不准确呢？很多科普视频都会这么说，因为简单好理解。但如果认真一点，这句话其实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：银河系中心的那个超大质量黑洞，质量确实高达太阳的400万倍。听起来已经非常恐怖，可是如果把整个银河系放在一起比较，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重。银河系拥有上千亿颗恒星，还有大量的星际气体、星际尘埃，以及至今仍看不见的暗物质。这些物质全部加起来，银河系的总质量大约相当于1万亿个太阳。也就是说，银河系中心那个400万倍太阳质量的黑洞，只占整个银河系总质量的极小一部分。如果把银河系比作一座拥有1万亿吨重量的大山，那么中心黑洞更像是山顶上的一块巨石。它很重要，但它并不是整座山。真正控制太阳运动的是整个银河系共同形成的引力场，而不是黑洞单独发挥作用。更准确地说，太阳围绕的是银河系整体质量分布形成的引力式运动，而银河系中心恰好存在着一颗超大质量黑洞。这两件事经常同时出现，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太阳只是围绕黑洞公转。事实上，如果有一天人马座 A 星突然消失，会发生什么？很多人可能会以为银河系会立刻乱成一团，太阳也会飞出银河系。答案是否定的。银河系中心附近恒星的轨道会受到明显影响，但对于距离中心约 2.6 万光年的太阳来说，轨道只会发生非常细微的变化，绝不会瞬间失控。因为真正束缚太阳的并不是黑洞，而是整个银河系庞大的质量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终于讲清楚了，太阳围绕银河系整体引力场运行，而不是单独绕着黑洞。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，银河系本身会不会也是静止的？答案依然是否定的。事实上，就连整个银河系也一直在宇宙中高速飞驰，而且它的旅程比太阳的旅程还要宏大得多。如果你觉得银河系已经足够庞大，那接下来这一幕可能会再次刷新你的认知。银河系并不是宇宙中的坐标原点，它自己也一直在运动。首先，银河系并不是孤零零地漂浮在宇宙中，在它附近还有几十个大小不同的星系，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家庭，天文学家称之为本星系群。其中最著名的成员就是距离我们约250万光年的仙女座星系。看似相隔遥远，但事实上，它正以大约每秒110公里的速度向银河系靠近。科学家预测，大约40亿到50亿年后，这两个庞然大物将开始碰撞，并最终合并成一个全新的巨大星系。我们暂时给它取个名字，就叫银河仙女座星系。然而，故事还没有结束。银河系和整个本星系群同样不是静止的。通过观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，科学家发现，整个本星系群正以大约每秒600公里的速度朝着一个特定方向运动。几十年来，天文学家一直在追踪这股神秘的引力，最终发现，在距离我们数亿光年的方向上存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异常区域。由于它似乎正在吸引周围大量星系，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巨引源。但是，巨引源也不是宇宙的中心。随着观测范围越来越大，科学家发现还有更庞大的星系团、更大的宇宙丝状结构，以及跨度数亿甚至数十亿光年的宇宙大尺度结构，共同塑造着整个宇宙的引力环境。也就是说，当你以为已经找到终点的时候，前面总会出现一个更大的舞台。太阳在运动，银河系在运动，本星系群在运动。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来了，如果一切都在运动，
宇宙是不是也有一个真正的中心？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彻底颠覆你从小建立起来的空间直觉。月亮绕着地球，地球绕着太阳，太阳绕着银河系，银河系也在运动。每回答一个问题，背后都会出现一个更大的问题，于是你自然而然会以为，既然太阳系有中心，银河系也有中心，那整个宇宙是不是也有一个终极中心？所有星系是不是都在围绕着它旋转？那我再告诉你，你又错了。根据现代宇宙学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宇宙存在一个像太阳那样的中心天体，让所有星系围绕着它运行。因为宇宙的膨胀并不是星系在空间里向外飞，而是空间本身正在不断膨胀。换句话说，无论你站在哪一个星系，看起来都像是其他遥远星系正在远离自己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误以为宇宙一定有一个爆炸中心。事实上，现代宇宙学认为，大爆炸不是发生在宇宙中的某一个位置，而是整个宇宙的空间同时开始膨胀。也就是说，宇宙不是从一个地方向外炸开，而是每一个地方都参与了这场持续了138亿多年的膨胀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太阳到底绕着什么转？真正的答案其实分为3个层次。从天文学上说，太阳围绕银河系整体质量形成的引力场运行，一圈大约需要2.3亿年。从更大的尺度来看，银河系和本星系群也在宇宙中不断运动，没有绝对静止的参照物。而从整个宇宙来看，我们至今没有发现一个所有星系共同围绕运行的终极中心。也许宇宙根本就没有中心。所以真正震撼我们的不是太阳绕着什么转，而是当人类不断寻找中心时，却发现宇宙一次又一次打破我们的直觉。也许这正是科学最迷人的地方，它给出的答案往往不是终点，而是下一个问题的开始。你觉得呢？欢迎评论区聊聊。这里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类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们从未停步。